大陆针对台独分子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是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完全正当的。希望台湾的工商界人士能够清醒，支持台独政客是要受惩罚的，违背了反分裂国家法，后果很严重。各位网友大家好，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大陆惩戒措施出台，台独分子的金主们该醒醒了。最近呢，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将邹贞昌、游锡堃、吴钊燮列为台独顽固分子，禁止其本人及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限制其关联机构与大陆的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这个政策出台一定会有作用。台湾的工商界支持民进党分子的恶习，必然要收敛。其实呢，台独势力就是台湾的工商界花钱养大的。台湾工商界之所以要支持台独势力，很大程度上和国民党当局有直接关系。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台湾经历了所谓的经济起飞，主要原因是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需要大量的军事订货，台湾距离越南战场很近，而且制造业有一定的基础，就近生产是有优势的。另外呢，美国当时刚刚放弃了金本位，金融集团开始把持美国的政治，需要把利润不够高的制造业向外转移，而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生产组织能力比较强的东南亚地区，其中包括台湾，就成了很好的转移对象。最后，美国是出于反共防共的目的，需要在中国周边扶持一批人民收入比较高、生活水平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来显示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拿出一部分资源来扶持台湾的发展，台湾经济得到了快速的上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的治理就很成功、很有水平。即使是在经济起飞的这段时间里面，台湾社会的黄赌毒现象是泛滥，黑社会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非常严重。从工商界到老百姓对国民党政权都是非常不满的。于是工商人士就试图在国民党之外寻找另外的政治势力来进行培养。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新闻搜索，发现2007年就有新闻报道说，邹贞昌和台湾的远东集团的习旭东交情不错。早在1997年，邹贞昌任台北县长以后，远东集团出资购地建立商业设施，邹贞昌还参加了动土仪式。另外，邹贞昌在土城顶埔的高科技园区中给台湾的鸿海集团提供了优惠奖励措施。游锡堃在2000年当选台北市的宜兰同乡会的理事长，当时名誉理事长是长荣集团的总裁张荣发，常务理事长是信大水泥董事长杨忠雄。4年后，游锡堃还请来了三耀建设董事长吴建森当总干事。此外，国光石化的董事长郭进财、八大电视台的总经理林伯川等的，都是宜兰同乡会的理事或者是监事。那上面说的这些企业和商人几乎都在大陆开展了业务。郭进财的儿子郭昭民还得到过江苏省如皋市台办的公开表扬。如果要求他们在台独政客和大陆市场之间做出选择，相信这些商人是不会有太多的犹豫的。另外，很多台独分子就是台湾本土家族成长起来的，他们原本就和国民党政权是离心离德，这些本土财阀支持本家子弟，你肯定是天经地义的。吴钊燮就是靠家族的资金从事政治活动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独势力和台湾的工商界的勾结已经是非常深，几乎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但资本是逐利的。两岸三通以后，台湾所有的大型企业集团都在大陆有生意，其中有很多建立了著名的品牌，几乎大陆的每一家超市里面都能找到台湾血统或者台资企业生产的消费品、食品。虽然台独势力在尽全力的割断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文化联系，但是在经济上，两岸已经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海峡两岸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深入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么政治一体化的进程自然是不能落后的，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两岸分裂的现实已经严重的不符合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了。大陆针对台独分子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是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完全正当的。希望台湾的工商界人士能够清醒，支持台独政客是要受惩罚的，违背了反分裂国家法，后果很严重。